嗨，大家好。今天我就在村里健身骑行一下。前两天呢，我专门骑车去了一个番禺一个刚刚开通的环岛路。原本以为呢，大家都说是番禺的环岛路其实只是番禺的其中一个小岛，叫紫泥岛这个名字呢，以前非常的响亮，因为当时在紫泥岛上呢，有网红的一些景点比方说这个仿制的一个园林叫宝墨园，后来又建了一个南岳园都是气势恢宏，确确实实建筑风格呢，完全就是按照古时候的岭南园林的风格，而且是放大版的就是里边建植各种树木，有很多仿古的建筑，当然也有一些展示以前的古家具、字画等等的博物馆之类的建筑物。那更多的呢是水景，养了很多锦鲤，有很多小桥流水的景致就以前我们都去过很多次的。看看北方有朋友来的话呢，都可以到那边带着去参观一下，领略一下广东这些园林的风采。因为老实讲虽然这边也有号称4大园林，但是一个是相距较远，还有一个呢，真的规模都不是特别大。倒是紫泥岛上建的那2个新的园林还是真的建得不错，不保留着或者保持着以前那种建筑工艺的水平造园的能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紫泥塘，可能就是在紫泥岛上的原因吧，专门把这个名字弄成了紫泥塘。它是一个偏向于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创意园区那有些文化的韵味。当时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吧，刚开的时候呢，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到那边去游览因为大家到那边去可以看到很多跟艺术相关的元素，还有很多休闲的设施，再加上呢，它就在一条河边所以有江边的一些风光等等。那它其实以前呢是一个老的国营的糖厂，据说还是50年代苏联跟中共蜜月期的一个援建的项目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当年为了让苏联的专家住的很多的房子这种舒适的小洋楼，所以现在呢也变成了一种历史的遗迹就是古今结合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当年也去过很多次，到后来呢就慢慢因为距离太远很不方便，因为它已经是在番禺的最西南角了，对面呢就是佛山顺德地狱，所以慢慢这个岛上就这波可能节假日有人去逛逛，其他时间呢是比较冷清的。因为呢是一座岛我就比较喜欢到这种岛上去骑行。那当然以前也去过很多回但是这个岛虽然并不很大，这一圈也要12公里左右吧。可是这个岛上呢以前被分割成了好多段，就是有很多断头路，你没有办法在江岛的这个围着转，因为它有很多都是被一些什么水厂还有一些其他的单位占据的江岸，就不能进去。但是前几天就听到消息就这个岛呢环岛路，就是给大家骑行，当然也可以慢跑散步，
建成了啊。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呢，就第一时间去喝了头啖汤，去做了一次骑行体验。那我去的那一次呢，应该是礼拜五，就是非上班日啊。已经看到了一些年轻人骑着那种公路赛车，穿戴整齐，就很显身材的那种服装，在环岛骑行。那我当然就是还是我的小单车，转了一圈呢，感觉风光无限。所以我特地昨天又开车带着我的家人呢，到这个岛上去环岛驾驶了一圈。虽然人有点多，特别是有很多人可能慕名而去吧，就把车呢都停在了这个岸边的马路上啊。本来就很窄的马路，这个马路呢它是骑行道、行人道还有行车道呢是共用的，只是在路上呢漆了不同的颜色而已。就是把紫泥岛上的这个环岛的骑行道变成了一种紫颜色，可能跟紫泥岛这个有个紫色这个含义啊，我在借用了一下。所以呢，整个岛看上去铺上了这种新的柏油马路，漆上了紫颜色的这种骑行道，还是有点点浪漫的感觉。但是呢，昨天真的就完全不是我礼拜五去的那个光景了，就是太多人，都是慕名而去的人，而且呢，这个骑行者那最起码比我那天去的时候多了10倍有余，所以我们也是开着车匆匆的转了一圈而已。但是呢，很高兴啊，就是老百姓多了一个这种玩的去处，尤其是年轻人。昨天我们在紫泥塘这个创意园区里面穿过，因为以前去了几次，后来就有点不大想去了，就很萧条，就没有什么特别可玩可看的地方。那昨天去呢，就发现有了新的变化，就很多店铺啊都在重新装修，有些已经营业了。那我在想，如果年轻人保持着这样的热情，能够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骑行的话，我相信会派生出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的产业啊，或者能够让很多老板愿意在那边去开店，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体验啊。那我就在想啊，其实现在经济整体来讲比较低迷，国家当然也在力出提振消费了，但是你如果硬拉消费，其实是拉不动的。所以就应该是抛砖引玉，就花些钱把原本那种大家愿意去但是缺少设施，或者说有些地方路不通，造成大家裹足不前，但是通过这种改造，其实是一种微改造，就会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到那边呢去玩一玩。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设想，应该说可以提纲挈领吧，说不定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到那边去，尤其是年轻人，通过骑行聚会，当然也会做其他的休闲。但是呢，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很多人把这个车都停在了马路上，这个马路呢本来就很窄呀，所以如果在某些地段能够增加一些停车场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否则的话，那些车放在马路上啊，阻碍交通，而且上车下车呢，有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唯一需要再去改善的。当然这条路呢还有很多一些休闲的设施啊、招牌啊等等啊，还没有完全建好。我看很多工人呢也在进行后期的建设，所以路呢先开通了，看着现在最好的时机，所以再过段时间再去可能会更好。总之呢，这个是一个骑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确实没有太多人，我指的是平日啊。但是对年轻来讲呢，绝对是一个可以去挑战一下啊。这个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骑着车，他们都是公路赛车型的，这种车的车速比较快啊，10几公里呢，我相信要不了半个小时就骑下来了，骑个2圈也就是20多公里，应该无论是运动健身，还是跟朋友们一起在那边通过骑行交友啊，或者是在那边游乐一番，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地方。今年呢，整个夏季就高温天气持续的比较长，可能延续的这样的节奏啊，广州这边呢就是一个暖冬吧，因为现在已经12月出头了，可是我们在穿着短袖衣、短裤在外面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广州最美的一个时候，我指的是最适合出来户外活动的时候。然后无论是我们村里啊，还是马路上，到处都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最近发现了一种我以前一直搞错的，一直以为是洋紫荆的花，其实呢是一种叫异木棉的花啊，据说从南美那边引进来的，但是它跟春天盛开的一时的这种木棉花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它就是花期相对比较长，颜色呢是那种粉色啊，看上去真的很灿烂的感觉。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分享各个地方，当然主要是广州周围的各个地方啊，就是盛开的这种异木棉，有些在从化，有些在海珠区，有些在番禺的某条街道或者是江边。所以我们在户外骑行的时候呢，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木棉树。这种异木棉树呢，也给我们广州人带来了更多的这种热烈的气氛，特别是这种已经进入冬季啊，但是还是秋天的，甚至有点像那种比较阴凉的夏天的气候的感觉。所以老百姓们呢是非常热衷于去户外活动的。我想象啊，如果是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现在已经冷得缩在家里都不愿意出来了吧。那这也是广州这样的地方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原因之一啊。所以我今天呢也是先在村里活动活动。你看晒着这么好的太阳，我看到这个村民们有很多还是集体活动啊，比方说在祈福湖边唱歌跳舞的人不在少数啊。虽然这些音乐声、歌声呢是有点扰民的，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今天呢是骑了一台好久没骑的我的另外一台360单车啊，就是360，是我买的第一台的二手车。这台车应该最起码十几20年了，但是呢我已经骑了很多年了，3年左右了，一直性能还是相当不错，只是稍稍的更换了一些零部件啊，比方说刹车啊，这个轮胎啊，其他的都还是原装的。而且这个车我比较喜欢的话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车把比较好，它这个车把呢是一种比较高的 M 把。那我家里现在骑的比较多的呢是 S 把直把的。我觉得如果是缓骑，特别是到江边乡野，就这种休闲可以慢慢骑看风景地方呢，我觉得我现在骑的这个小车应该是最棒的，因为它人坐的比较直，所以它的重量呢主要是由你的坐垫这边来承担的，所以不像那个直把的车，你是有点趴在前面，时间久了以后呢，你的手掌虎口就会发麻，因为会压迫到神经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是因为买了这个直把的小车以后又把它改回去的，但是要改成高把的就比较难，因为它的这个原装的刹车线，就这些传动这种线路，它是需要整个更改的，所以比较麻烦，费用也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对于个子矮一点的人，或者你如果是短途骑一下，我觉得也完全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改它。反正家里还有一台，就是我现在骑行的这台高把的车，还是可以的。唯一呢，就是某些地方要做一些调整啊，比方说我估计有一个这个防水的这个罩，它可能掉了一个螺丝，所以有时候会有响声。但是我在这个住所的周围就找不到这种会修理或者是来给你调节的这种店铺，因为我去过几家以后，大家都对这种小的车不懂。但是我昨天在紫泥岛那边行车闲逛的时候，其实看到最起码不下10个人骑的这种小步行的单车。我相信这种休闲的小单车呢，将来会越来越普及，因为在广州有个好，就是那些公共交通啊，尤其是地铁啊，它是允许你把这列车上一个罩就可以通过这个地铁来乘坐。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可以带着你的小车去到比较偏远的一些小镇啊去骑行，所以这也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啊。说不定我会带着我的小车去到一些比较远的，通过一些城际的铁路，就能不能早出晚归的进行一日游。哇，今天好像气温要降了吗？这个风变得特别的大，好像是要刮北风了。因为广州只要一刮北风呢，气温立马就会下降5到10度，因为这个天气这个季节也应该慢慢的变冷了。
好，我今天呢也是村里围着湖一个骑行一下。现在我骑行第3圈围着这个祈福湖，就感觉这边其实中国的这种氛围还有正能量。你看我左侧这边呢，就是祈福湖的湖边了。这边已经有了咖啡店这种小吃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包括这个祈福大药房都进驻在这里。唯独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的停车呢，都已经是给你停满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最近几天呢，广州在举办残奥会，因为香港的一把火，就把残奥会的开幕式烧没了。因为不能有太多那种喜庆文艺的活动让那些花了真的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排练的那种群众演员们，然后文艺工作者们呢，就有点失落。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么最近呢，应该正在举办残奥会，所以广州呢，这个开车出行呢，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分为单双号。但是这个单双号呢，它好像把这个限行的范围缩小到仅仅是市中心了，就周边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有这种限行，我们也不愿意到外面凑热闹。今天就在家门口在村里面健身骑行一下就好了。看到也有很多人在这边穿着短袖的衣服在跑步，当然相信还有些人在那边骑行，但更多的人呢是一些静态的活动，比方说老人家带着他们的孙子辈在这个地方的小朋友的这种玩水的水池边上。就整体来讲呢，这个村还是足够的大什么层次人都有。大家呢也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喜好，还有就是不同的能力来安排自己的这种退休生活。那年轻人呢，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出去上班了。整体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屋村，生活化的，然后大家庭式的，因为很多的小朋友都是由他们的长辈在这个地方进行养育，那年轻人都去城里上班了，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家里老人家应该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
所以虽然他们上下班路上还是花费不少时间，上班肯定也辛苦啊，但是回来有热饭吃，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觉得还是一种天伦之乐吧。所以祈福现在村里面孩子特别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儿育女的模范村了。可能这个对整个国家提升这个人口啊，还有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安全啊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我觉得祈福新村应该都是所需的。但如果要是就是在家右转当然了，也不可否认，这个村里也有很多无所事事、无聊的人，甚至呢也有很多这个思想意识不是很端正，甚至也有一些活在过去贫困的阴影里面的人。比方说，每到晚上啊，吃了晚饭以后，出来倒垃圾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垃圾桶门前都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在那个地方守株待瓶。有啥意思呢？就是看看你扔的垃圾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废物利用的，特别是那种空瓶子啊、纸板箱啊，就可以换钱的。这个几乎就成了一种常态啊，有时候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就真的有这样大的需求，需要通过拾荒来给自己增加一些经济收入吗？还是说这是一种贫穷的记忆，再次又让他们产生了这种迷失，以至于在现实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变成了一种贪小便宜的习惯啊。这方面也不得知，也不大好去妄加评论啊。但是呢，确实看到这种现象啊，还是让人有些无语。好了，我今天呢就是在村里随便的转转啊，在试骑一下我这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骑的小折叠车。它虽然是一台仿制小布的车，但是它当年是完全copy过来的。应该说啊，这台车它是原尺寸，包括零部件啊，都是一模一样的车。所以呢，我觉得这部车我还是舍不得扔掉啊，还是会继续让它发挥余热，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就能够骑一下啊，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甚至也可以到外面去兜一兜、转一转，看看风景，放松一下。好了，今天呢就骑行到此了，跟大家简单进行一下骑行慢聊的分享。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